在同一所监狱里，一边是被囚犯称之为墓地的监区，那里环境恶劣，暴乱不断，甚至连吃饱都成问题；而另一边却装潢的仿佛迪士尼乐园，娱乐健身设备一应俱全，更是餐餐大鱼大肉。可奇怪的是，如此条件优越监区却很少有人愿意去，反而都愿意留在墓地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黑桃 K 档案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奇葩的哥斯达黎加改革监狱一探究竟。哥斯达黎加改革监狱位于哥斯达黎加的首都圣约瑟，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特殊，正好是南美贩毒集团北上墨西哥以及美国的必经之路，导致圣约瑟的贩毒分子非常多，所以经常出现当街枪战的景象。虽然国家出台了一条法律，规定只要是因贩毒被抓的人都会被判重刑，平均刑期一般都在20年以上，可还是无法阻挡不法分子的脚步，导致哥斯达黎加改革监狱常年都是人满为患，明明只能容纳1000人，却生生挤下了3000人。由于哥斯达黎加改革监狱里的囚犯基本上都是毒贩等一些暴力分子，再加上床位的紧缺，所以监狱里面打架争地盘的事情常有发生，甚至一句话就能惹来杀身之祸。总之就是在这所监狱里，你不狠就别想安稳的活下去。因此每一位新来的囚犯都会想尽办法带一些防身武器，比如将一些自制的武器藏在不可明说的身体某处。只可惜狱警早已对囚犯的藏匿手段轻车熟路，所以那个部位通常都是他们的重点检查地方，根本别想带武器进去。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监狱体验员拉斐尔的视角，去了解哥斯达黎加改革监狱里面的真实模样。入狱前，每一位新囚犯都需要在一间仓库里等待分配房间，时间大约为15天。狱警告诉拉斐尔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这15天的时间，尽可能去跟这些新囚犯交朋友，这样进去以后才好有个照应，毕竟大家都是新人，交朋友也容易些，而里面那些老鸟可就不是那么好相处了。哥斯达黎加改革监狱一共分为3个等级的监区， A 区一般都是刑期在10年以下的轻量级囚犯， B 区则是刑期在20年左右的重刑犯，而 C 区则全部都是无期徒刑的恶徒。原本拉斐尔是想要去 C 区体验一下，可狱警立即拒绝了拉斐尔，并说 C 区就算有狱警一直跟着你，我也不敢保证你一定能活着出来，更别说让你单独在里面生活了。无奈之下，拉斐尔只能选择去 B 区。哥斯达黎加改革监狱只为新入狱的囚犯提供一个床垫，其他的一概不管。拉斐尔抱着床垫进入 B 区，可刚进去就看到多名狱警正提着枪焦急地冲向了牢房的方向，显然是那边发生了暴乱。看来 B 区虽然比 C 区的危险小一点，但也绝不太平。这时狱警叮嘱拉斐尔，千万不要在里面嚣张跋扈，一定要学会忍耐，学会尊重每一个人，不然你在里面被人打死，我们可来不及救你。拉斐尔也是去过无数监狱的老鸟了，当然明白这一点，不然他恐怕早就死在其他监狱了，于是连连点头表示明白。刚进去监狱内部，拉斐尔就迎来了其他囚犯的热烈欢迎，各种辱骂漫天飞舞。这就是老囚犯迎接新囚犯的独特方式，其用意就是给新囚犯一个下马威，以便使他在进来以后能够老实听话。正式进入监区以后，狱警就不再管拉斐尔了，或者说是已经无法再管了，因为进去监区以后，所有囚犯将统一由监区老大管理，除非发生暴乱，否则狱警也无权插手。接下来，拉斐尔在犯人的簇拥下来到一名戴着帽子的男子面前，而他就是这个监区的老大路易斯。路易斯跟拉斐尔讲了很多这个监区的规矩，并威胁拉斐尔不要试图破坏规矩，否则就是在挑战我的权威，到时候断手断脚都算是对你最仁慈的惩罚。随后安排副手迈克尔带领拉斐尔先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。整个 B 区只有一个公共活动的区域，将近1000名囚犯都挤在一个小院子里。看到这个景象，拉斐尔算是明白为什么监狱会经常发生暴乱，这么多人挤在一起，还个个都是暴徒，不经常发生暴力事件，这才是怪事。监狱将淋浴间和厕所安排在了一起，而且环境恶劣，几乎与露天差不多，甚至整个淋浴间连一个花洒都没有配备，只能依靠手动往身上浇水洗澡，马桶也是最绿色的纯手动冲洗。随后迈克尔又带拉斐尔来到了健身房，可说是健身房，里面却一样真正的健身器材都没有，什么哑铃、杠铃都是由塑料瓶装满水自制的，甚至就连这个健身房本身都是囚犯们自己隔离出来的，可见监狱的条件是有多么的差。然而
这些还都不是让囚犯最痛苦的事情。早上吃饭才是囚犯最受折磨的时候，因为监狱财政紧张，每天提供的早餐数量有限，想要吃到足量的食物，就必须天不亮就去排队。通常情况下，早餐7点发放，5点30分就得去排队，因为这所监狱吃早餐是一件非常内卷的事情，去晚1点多有可能就只剩下了残羹剩饭，除非你有钱可以雇人帮你打饭，否则就只能自己排队。参观完 B 区，接下来等待拉斐尔的就是每一位新囚犯最不愿意上的必修课了。因为 B 区有一个规定，每一位新来的囚犯都会被分配一项特殊的工作，或者说是别人都不愿意干的工作，这就是清理下水道的垃圾。虽说拉斐尔并不是真正的囚犯，可进入监狱就必须遵守监狱的规矩，否则他也别想完整的走出去。于是他只好强忍着恶心，手动清理下水道的垃圾。而作为报酬，拉斐尔明天的早餐时间将不用自己排队，会有监区老大路易斯安排人帮他打饭。不过看拉斐尔的样子，似乎已经恶心的这几天都无法再吃下东西了。干完活，拉斐尔准备去厨房参观了一圈，可刚离开 B 区，拉斐尔就发现了一道倩影。难道监狱里还有女性？询问之后才明白，那不是真正的女性，而是监狱里的特殊群体。她们虽然有着女性的外表，可本质上却是男性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变性人。在外面他们或许会遭到很多人的排斥，但在监狱他们可是抢手货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男朋友，而且监狱还允许情侣住在一起，晚上他们会住在一张床上，睡觉前还会使用帘子遮挡，创造一个独立的空间。其中也不乏有些情侣之间存在真正的感情，比如面前这一对情侣就非常恩爱，并约定出狱后也要永远在一起。Día a día. No eso, pero no importa. Ahí vamos fuerte. Pues, lo importante es que uno va adelante y que Dios siempre le da. 随后，拉斐尔来到了厨房，这里一共只有30名囚犯工作，却需要负责整个监狱的上千人的3餐，可想而知食物制作的质量自然是非常的差，有时候马铃薯会连皮都不去就直接上桌。厨房的老大是一位名叫哥伦的大佬，今年50岁，20年前因故意杀人被判了40年监禁，在这里也算是混得风生水起。由于职位的便利，他可以随意的在监狱大部分区域活动，所以很容易带一些违禁品进来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中间商的角色。对于他的这种行为，只要不太过分，监狱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有了一些违禁品的流通，能够满足囚犯们一些需求后，暴乱事件也会减少很多，也算是监狱的一种特殊的管理方式了。当然，如果有些囚犯真的想要越狱，或者有意引发暴乱，监狱也不会惯着他们，而这些人则会被转移到监狱里安全等级最高的监区，也就是当初拉斐尔想去却被狱警严厉拒绝的那个监区 C 区。虽然让拉斐尔一个人去 C 区生活肯定不行，但在多名狱警的带领下去参观一下倒是没什么问题。由于 C 区的每一位囚犯都非常危险，所以任何人进入这里面都需要穿防弹衣。进入 C 区，拉斐尔发现这里明显与其他的监区有所不同。为了避免发生暴力事件， C 区的牢房就像是一个畜栏，囚犯仿佛监狱饲养的动物，但也怪不得监狱如此的不人道的对待他们，因为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实在太可怕了。在几年前还不是畜栏式囚禁之前， C 区的囚犯们几乎每年都会策划至少一次大规模的暴乱，导致多名狱警死亡，重伤者更是不计其数。如果在 C 区的囚犯在违反监狱的规定，那么他们将会送进一个名为墓地的独立监区，进入那里的囚犯将永远别想再离开牢房一步，吃喝拉撒睡都在一个破败的房间里，无尽的孤独和寂寞是这里的主旋律。眼前的这位囚犯名叫亚历克斯，他就曾在墓地住了3年。他说，进入那里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都会选择自杀，他就曾自杀过10次，后来因为墓地的条件太过于非人道，被政府强制关闭，他这才得以活着走出来。在哥斯达黎加改革监狱体验的这几天，很多囚犯都曾跟拉斐尔说过这样一个观念，就是这里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监狱，就算是没有做过错事的好人进来，出去以后也会变成真正的罪犯。在这所监狱，囚犯通常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就是任人宰割，那么等到出狱的时候，他恐怕早已被折磨的精神失常；要么就是融入这个群体，那么你就必然会拥有一个罪犯的思维，出去以后也很难再做良民。所以说，在哥斯达黎加改革监狱出去的囚犯
再犯罪的概率极高，这显然不是国家想要的结果。于是司法部长在监狱里又建立了一所全新的豪华监区，这里不仅环境干净舒适，而且娱乐健身设备一应俱全，仿佛一个高档的小区，所以囚犯们也称这里为迪士尼乐园。在这里几乎没有打架斗殴的情况发生，囚犯之间非常友善，而且餐餐大鱼大肉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生活得十分安逸。可如此优越的环境，却没有多少囚犯想要进来。明明可以容纳700人监区，最多的时候才只有300多人居住。因为想要进入这里生活，除了只能是刑期10年以下的轻刑犯以外，还要与监狱签订一份协议，承诺进入迪士尼乐园以后，绝不再做违反监狱规定的行为，并积极参加监狱组织的心理课程，否则剩下的刑期将会一个人在禁闭室度过，也就是将囚犯关进重置的目的。因为司法部长建立迪士尼乐园的初衷是改造囚犯，让囚犯彻底甩掉犯罪血液，达到出狱后不再犯罪的目的，所以他只要那些真正想改变自己的囚犯，这才让囚犯进来之前签订一份可怕的协议，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决心。然而在普通监区待过的囚犯早已沾染了一身恶习，想要他们短时间内改掉几乎不可能，这也就导致了很少有囚犯赶来，毕竟犯错后的代价实在太大，还不如在以前监区老老实实的等待刑满释放呢。那么对于新老监区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订阅关注黑桃 K， 带你玩转地球探索世界。